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国际间一场引发北京震怒的战线摊牌，以色列竟然主动与台湾走近，试图联手对抗中共。这样的组合乍看不可思议，一个是在中东面对阿拉伯敌环伺的犹太国家，一个是在东亚直面中国威胁的海岛政府，两者相隔万里，过去几乎毫无交集。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小国却因共同的对手和命运而走到一起，让北京当局气得当场炸锅。为什么以色列会选择触碰中国的红线，去拥抱远东的台湾？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耐人寻味的巨变呢？我们将从历史谈起，一步步揭开这段外交奇缘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如今这般亲密无间。二战后的新世界中，两者甚至一度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1949年以色列建国不久，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后来退守台湾的政权，率先承认了以色列，表达了外交善意。但仅仅几个月后，1950年1月，以色列又转身承认了北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的国家。这番操作其实反映出以色列当时的务实考量，他们希望和共产中国交好，以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孤立。然而好景不长，5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与苏联高度结盟，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路线。由于以色列逐渐倒向美国阵营，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北京也随之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官方往来。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中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那么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以色列有没有选择和台湾发展关系呢？事实上并没有。出于战略考量，以色列当时对台湾也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以色列依然希望未来能修复与北京的联系，不愿激怒中共；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政权中华民国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采取了亲阿拉伯、援以色列的立场。可以说，冷战时期的以色列和台湾各有难处，双方虽然同为亲美阵营的一员，却没有建立正式邦交。一直到1992年，中共与以色列终于建交，台以之间从未有过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外交上的冷淡并不代表实质交流为零。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以色列就已经在一些领域悄悄合作，比如农业技术、贸易和军事科技等。据部分历史资料透露，台以双方在飞弹研发、航太工程上都有所互动，甚至在核能技术上彼此交流过经验。当年以色列经常面临周边国家的导弹威胁，而台湾也处于大陆飞弹的瞄准之下。两地的军工科研单位其实早有共同语言，只不过这些合作一直十分低调，没有上升到国与国公开联盟的程度。整体而言，到冷战结束前，台以关系给人的印象是若即若离，有互动，但缺乏紧密联系，双方都顾忌着北京的态度。直到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巨变的背景下，以色列决定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进一步限制了他与台湾发展官方往来的空间。自1992年起，以色列奉行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与台湾仅保留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代表处互设，维持最低限度的非官方联络。这种格局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在官方关系疏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以色列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深刻鸿沟。早在1965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公开将以色列比作台湾，声称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桥头堡，都迟早会被革命力量消灭。可见在北京的意识形态图谱中，台湾和以色列原本就被划入了类似的类别，都是他们眼中不合法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有一段历史常被提起，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而非共产党政权。比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曾向大批欧洲犹太人发放终身签证，允许他们逃难来华。1939年还一度计划在中国云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供欧洲犹太移民。这些善举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在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份恩情属于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毫无关系。可以说，
以色列昔日感念的中国友谊，其实来自今天的台湾，而非北京。反观中共，在建政后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对以色列极为不友好。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积极援助巴解组织，将以色列视为殖民侵略者，甚至有人说，中共对以色列的敌视，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战时与美国对抗的产物。总之，在价值观层面，北京从未真正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合法性，双方的邦交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权宜之计。这种潜在矛盾为后来的裂痕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更加小心翼翼。一方面，中国崛起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庞大的市场和投资对以色列经济极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对中以走近非常敏感，不断从中施加压力。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介入阻止以色列对华的重大军事技术合作。2000年，以色列在美方压力下取消了向中国出售先进费尔康预警机的合约。2005年，又被迫终止了为中国升级哈比无人机的项目。这些事件一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也让以色列明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能不顾及美国的立场。此后，以色列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有所保留，敏感技术慎防外流。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华盛顿也提醒耶路撒冷提高警惕，不要让中国企业过度介入。比如前些年中国企业一度参与经营海法港，引发美国忧虑。以色列最终还是设立严格审查机制，限制了中资在关键设施和 5G 电信等领域的扩张。尽管存在这些制约，中以在经贸上直到最近仍关系热络。中国大量投资涌入以色列的创新科技产业，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双方似乎在刻意回避政治分歧，正冷经热地发展着关系。这种表面平衡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却被随后的一系列事态彻底打破了。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这一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上千名以色列平民惨遭杀害或挟持。一时间，以色列举国悲愤，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也考验着世界各国的立场。究竟是谴责恐怖主义，支持以色列自卫，还是指责以色列过度报复，同情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寒心的是，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事发后，北京外交部最初的表态仅是笼统呼吁各方克制停火，并未点名谴责哈马斯的暴行。相较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明确声援以色列，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中国的态度显得冷淡模糊。更令耶路撒冷不满的是，随着以军对加沙展开反击，造成平民伤亡，中国官媒开始猛烈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在北京的国际讲坛上，以色列被描绘成滥杀无辜的侵略者，甚至中国官媒频频出现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例如将犹太人刻画成掌控美国财政、煽动战争的黑手。中国官方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公然散播反犹太阴谋论，称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财团的影响力。这种露骨的仇视言论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罕见地发声谴责中国国家电视散布赤裸裸的反犹内容，同时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充斥着极端仇恨以色列的声音。以色列驻华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涌现大量攻击言论，甚至出现为哈马斯暴行叫好的可怕景象。种种迹象都让以色列人感受到来自中国舆论的敌意。然而，就在中国舆论场对以色列口诛笔伐的同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台湾政府几乎是全球第一批言辞谴责哈马斯的政治体制之一。当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后来接任的总统赖清德先后公开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表态支持以色列有权自卫。台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称我们将与理念相近国家继续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恐怖袭击。这种毫不犹豫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立场，令以色列人深感意外又暖心。
更感人的还在后头。台湾驻特拉维夫的代表李亚平 Abby Lee 亲自来到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农场，帮助当地居民收拾残局。他走访遇难者家属，带去台湾人民的慰问。李亚平还代表台湾侨民和机构筹集了一笔善款，将7万美元捐给以色列国防军及受袭家庭。他对那些失去家园的平民说了一句：“你们并不孤单。”短短几个字，传达出患难与共的情谊，让许多以色列人深受感动。台湾的普通民众也自发声援以色列，除了街头的祈福活动，甚至有台湾志愿者远赴以色列参与救援工作。一时间，台湾俨然成为了以色列在亚洲最真诚的支持者。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患难见真情。”以色列人在最艰难的时刻看清了谁是朋友，谁只是口头应付。台湾的雪中送炭与中国的冷漠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在耶路撒冷的舆论圈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以色列媒体和专家开始讨论台湾，一种情感上的转向正在发生。人们惊讶地意识到，过去顾虑北京而对台北敬而远之，也许是错失了一位潜在的盟友。如今台湾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它不仅是一座远方的小岛，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的同路人。随着以色列社会对台湾好感度的提升，两国关系很快从民间情感延伸到了官方互动。自从哈马斯袭击后，台北和耶路撒冷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交流热潮。台湾政府抓住时机，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2024年至2025年，台北主动邀请多批以色列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加强双边议会交流。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突破。要知道，以色列议员之前访台十分罕见，因为那容易招致中国抗议。而现在不但访问成行，而且规模一批比一批大。尤其是2025年9月，由以色列国会以台友好协会主席议员托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高调造访台北。期间，他们获得了台湾最高规格接待，甚至获准拜会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更戏剧性的是，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在台湾总统府会谈时，当面转交了一封由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的信件。信中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声援台湾在国际上获得更大承认。要知道，以色列国会一共有120名议员，72人的签名意味着超过半数民选代表为台湾发声，这在以台交往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会后，托波罗夫斯基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访台见闻，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并赞扬台湾民主繁荣。他还直接称呼赖清德为台湾总统，完全不避讳中国最敏感的称谓。这一连串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的耳中。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随即发表严厉声明，痛斥该以色列议员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毒化两国关系氛围。中方表示已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北京还强调，以色列在1992年建交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暗批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公然违抗本国政府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则低调回应，称国会带团访台纯属非官方性质，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立场。这番回应看似在安抚北京，但明眼人都看出，以色列并未对自家议员加以谴责或约束，等于默许了这种打擦边球的友台行动。种种迹象显示，在民意和议会层面，以台之间的破冰已经势不可挡地展开了。除了外交议员互访，台湾和以色列在防务领域的互动也日趋频繁且深入。2025年10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外发表一项重大国防计划，宣布将投入巨资建设一套名为天空盾牌 T-Dome 的多层防空反导系统。引人关注的是，赖清德亲口承认这套 T-Dome 是参考了以色列的经验所打造。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会加速建构天空盾牌，在台湾建立严密的多层防空体系，并特别提到以色列的著名防空系统铁穹，称以色列保卫国土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的宝贵榜样。他引用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来比喻台湾当前的处境。面对庞大的中共军力，台湾也要有以小胜大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上，台湾研发 T-Dome 的消息一出，
北京官媒就酸溜溜的评论说这是东施效颦，认为台湾不可能靠山寨铁穹来挡住解放军飞弹，但台湾军方对此充满信心，强调 T-Dome 将整合各种现有武器，包括美制爱国者飞弹、台湾自制的天弓飞弹、野战防空炮等，打造出一个更加智能、高效的感测器到射手拦截网，而能让台湾如此迅速地提出一套完善方案。外界普遍猜测背后少不了以色列的指点。据法国媒体报道，台湾早在2025年9月就派出一名国防部次长秘密访问以色列，重点洽谈飞弹防御合作。随后在12月又有消息传出，台湾副外长吴钊燮低调造访耶路撒冷，持续巩固双方的安全合作渠道。尽管双方官方都对此三缄其口，但多家情报来源显示，以色列正在暗中协助台湾打造 T 版铁穹。例如，有传言称，以色列将先进的绿松预警雷达技术转移给了台湾，用于提升对解放军导弹的早期预警能力。还有报道指出，以色列可能提供拦截弹技术支援，帮助台湾研制类似大卫投石索或箭式拦截导弹的本土版本，甚至不排除未来台湾直接向以色列采购部分防空系统零部件的可能性。如果说过去台以军事交流限于小规模项目，现在可以想见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合作关系正在成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以色列看来，协助台湾强化防御正是对中共的一种战略牵制。中共常年军援以色列的死敌，如伊朗、叙利亚等，那么以色列也有动机用类似方式回敬北京，你帮我的对手，我就帮你的对手。这种间接较量的姿态，过去受限于外交顾忌，不敢明演，如今已变得越发明显了。对台湾而言，获得以色列的军事 know-how 无疑如虎添翼，而对以色列而言，支援台湾也是在拓展自己抗衡中共的战线。谈到中共在中东扶植的对手，就不能不提伊朗。中国与伊朗的亲密关系是促使以色列倒向台湾的另一个关键背景。近年来，北京和德黑兰走得非常近。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据称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涵盖石油、基建、军事等广泛领域。这被许多人解读为中国公然挑战美国、中东盟友体系的举动。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头号存在威胁，中国却在国际上不断替伊朗撑腰，这怎能不引发以色列的警惕和不满？多年来，伊朗政权高呼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透过资助哈马斯、培养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来围攻以色列。而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多次反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还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技术，提供外交保护。以色列人私下里早就担忧，一旦真的与伊朗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站在伊朗一边。这种担忧在2025年中得到了一次印证。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终于在6月爆发了直接的冲突。伊朗从本土发射了多枚中程弹道导弹，直接袭击以色列中部城市巴特亚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态。过去，伊朗与以色列虽敌对，却很少直接交火。这次德黑兰公然对以色列本土动武，等于变相宣战。导弹在巴特亚姆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尽管以色列剑3拦截系统紧急拦截掉部分来袭导弹，还是有漏网之鱼击中了民用区，高楼被炸毁，平民死伤惨重。以色列随即对伊朗境内目标展开报复性打击，中东局势一度濒临全面战争。就在所有人都关注伊朗和以色列交锋之际，中国的表态再次让耶路撒冷心寒。北京不仅没有谴责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这波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停止冲突升级，将伊朗的侵略行为与以色列的自卫反击相提并论。对以色列而言，这几乎可以解读为中国在庇护伊朗，偏袒罪魁祸首。试想，当你家园遭导弹轰炸，邻居却只说大家别打了，甚至暗示你别还手，这种心情是何等愤懑。以色列的舆论开始对中国彻底失望，认为北京根本靠不住，反而与自己的敌人狼狈为奸。与此同时，台湾再一次站了出来。就在以色列饱受伊朗飞弹袭击后，台北当局迅速向以色列表达慰问与支持，不仅发声明谴责这类威胁区域和平的行径，还透过驻以代表处捐赠物资，
帮助巴特亚姆那些房屋被毁的家庭渡过难关。台湾代表李亚平亲赴受灾社区发放捐助，对以色列民众再次说，关键时刻，台湾与你们站在一起。而反观中国，在整个事件中，除了空洞的外交辞令，既没有援助，更谈不上同情。这种强烈反差让以色列上下更加体会到，谁在真正关心我们的安危，谁在冷眼旁观，甚至暗助虎狼。可以说，伊朗导弹危机将以色列推向台湾阵营的决心又巩固了一大步。正因为中共与伊朗的亲密无间让以色列如鲠在喉，以色列才更有动力与中共的眼中钉台湾深化合作，以间接牵制北京。透过以上种种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与台湾走近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命运的同频共振。两国都属于西方民主阵营，都面临存亡考验，也都被更强大的威权邻国视为眼中钉。在各自危急时刻，双方发现彼此竟如此惺惺相惜，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力量大大拉近了两国距离。很多评论指出，以色列和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微妙的类比关系。以色列建国后，四周强敌环伺，却屡屡转危为安；台湾则在二战后失去国际承认，孤立无援至今，但依然坚持着民主制度。双方都证明了小国的韧性，宛如现代版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翻版。现在这两个现代大卫开始走在一起，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以色列人发现，台湾的处境正如当年的自己，被一个庞然大物虎视眈眈地盯着，要将其抹去；而台湾人看到以色列能在极端劣势下屹立数十年，他们也深受鼓舞。当赖清德提到以色列的故事时，他其实是在为台湾打气，他们能够挺过来，我们也可以。另一方面，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带着一种道义上的认同。台湾社会虽然也有声音同情巴勒斯坦，但主流民意非常清楚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本质，并厌恶极权主义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台湾人往往把中共对自己的威胁与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相类比，认为自由世界应该团结一致抵抗威权和恐怖势力。两国都站在民主对抗独裁这条战线的前沿，自然容易产生休戚与共之感。有人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当前的台以关系，并非夸张之词。更妙的是，历史还给这段关系增添了几分戏剧性。70多年前，正是现在统治台湾的这批中国人，国民党向犹太民族伸出援手，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向他们的后继者提供援助与支持，这仿佛是一种善的回圈。也难怪许多以色列人感叹，台湾对犹太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善意，值得加倍珍惜。相形之下，中共政权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犹太民族这一边，如今更赤膊上阵地，倒向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如此比较下，以色列选择与台湾靠拢，几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除了战略和道义考量，台以合作还有一个现实且重要的维度：科技与经济。台湾和以色列同为创新强国，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晶圆工厂，台积电等企业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以色列则被称为创新创投之国，在软件开发、网络安全、人工智慧等领域领先群雄。一硬一软，两者高度互补，如果能携手合作，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近年来，双方已在逐步加强经贸联系。就在2025年11月，台湾与以色列举行了第15届经济与科技合作会议，双方代表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讨论了加强供应链衔接、产业合作等议题，并承诺未来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台湾驻以代表李亚平接受以色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与以色列是科技领域不可取代的合作伙伴，一方在硬体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在软体领域独步全球。以色列的业界人士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如果能得到台湾电子产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把创新原型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产品。反过来，台湾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以色列的尖端研发来保持竞争力。有报道指出，台湾正在积极拉拢以色列加入美台的半导体合作框架，可能考虑让以色列的晶片设计公司与台积电、
美国企业展开三边联合研发。更有甚者，一些以色列分析家建议台积电赴以色列投资设厂，将部分产能布局在以色列，以免将来台海有事时，以色列拿不到晶片。毕竟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和高科技产业对半导体依赖极深，如果有台湾的产线在本土，将大大增强以色列的供应链韧性。同样地，台湾若能借助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和研发人才，也能拓宽自身科技版图。可见台以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互惠空间。双方都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出现去全球化或阵营化供应链的趋势，如果不未雨绸缪，将来一旦国际局势恶化，孤军奋战是很危险的。不如现在就打造跨区域的盟友网络，互通有无。台以科技联盟的潜在收益是双重的，既可以对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威胁，也可以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短板。对台湾而言，以色列市场虽小却精，尤其在国防、农业、科技等利基领域，台湾企业有机会分享以色列的技术红利。对以色列而言，台湾的制造能力和亚洲市场经验是宝贵资产，能够帮助以色列产品打入更多国家。难怪有观察家感叹，台以如果联手，将形成一股小国大能量的创新力量，在美中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自己的经济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台以合作也是两国因应美中博弈，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种集体自救之道。2025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面对全球舆论压力时曾提到，要为国家经济增加自己特性，以免受制于人。联合台湾这样的高科技伙伴，显然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综上所述，台以关系升温带来的经济技术好处，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结盟的动机。就在台湾和以色列越走越近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对此恼羞成怒，坐立不安。中国政府近乎每天透过不同渠道对以色列施压，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驻以大使馆更在声明中严正警告，以色列不得同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求耶路撒冷方面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措辞极为严厉，几乎就是在给以色列划下红线。然而，以色列方面对北京的声色俱厉似乎并不买账。一位以色列高官私下对媒体表示，那次副外长吴钊燮的访问确有其事，但没什么大不了。言下之意，以色列并不认为与台湾接触是多么严重的罪过。不仅如此，以色列官方还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比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2023年底，以色列破天荒地加入了西方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人权谴责声明行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色列过去为拉拢北京，一直避免在人权问题上点名批评中国，但现在以色列显然改变了计算，他们不再对中共保持沉默，而是开始站到价值观阵营的一边，哪怕因此激怒北京，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曾几何时，他试图通过经贸利诱和外交施压让各国孤立台湾，如今竟有国家公然不理会这一套，尤其以色列还是多年友好合作的伙伴，北京自然是又惊又怒。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以色列一些人对台示好是政治作秀，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文中还暗含威胁地指出，以色列此举无助于其当前困境，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这样的警告言论在中国媒体上充斥着。但另一方面，北京真正能对以色列做什么惩罚措施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仍克制在口头和外交抗议层面，暂时没有采取实质报复行动。毕竟中以关系虽然失和，但并未到撕破脸的地步。中国深知，如果因台湾问题与以色列决裂，只会把以色列推向美国怀抱，让自己在中东少了一个影响渠道。而且中国在以色列还有不少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公司参与的以色列基建项目，中国对以色列科技企业的投资等。一旦关系破裂，这些利益也会受损。所以目前北京更多是强硬表态给国内听，同时观望以色列的反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以色列适可而止，
北京或许也不想把局势闹到不可收拾，这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较量，中国在亮红线，但以色列在试探底线，双方都在计算对方虚实。这场外交博弈未来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以色列也并非全然不顾及中国的恼怒，尽管近来动作频频，但以色列在一些方面依然保持克制。比如，以色列政府至今没有在外交正式场合称台湾为中华民国或台湾国，更未宣布与台湾复交，仅仅停留在务实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措辞上。这显示耶路撒冷仍试图掌握分寸，不踩北京设下的绝对禁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并没有突然全面关闭对华合作的大门。经济上，中以贸易目前基本照常进行，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依然可以赴以，以色列企业也没有集体撤出中国市场的动作，至少目前没有。这说明以色列仍在评估利弊，不愿轻易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和资金来源。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一直颇具分量。如果北京真的翻脸报复，撤走投资或限制双边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会受创。所以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挺台举措多半是经过精心计算、渐进推进的。他们希望在不触发中国猛烈报复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与台湾的关系。骑墙是小国外交的艺术，而以色列正试图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因此，在以色列内部，对于如何拿捏这个度还有不同声音。有批评者认为，现在全球局势诡谲，以色列没必要为了台湾完全导向与中国对抗。毕竟中共再怎么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色列未来在联合国还需要中国不时帮助，例如投弃权票、拦下反以决议等。一旦把中国得罪狠了，万一哪天中国在安理会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或者公开军援伊朗先进武器，那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还有安全专家提醒，以色列对台军事合作需慎之又慎，万一将来台湾抵挡不住中国军事攻势，以色列提供的高科技武器被解放军缴获，反过来研究破解，未来可能威胁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安全，这绝非杞人忧天。以色列许多王牌装备的技术如果落入中国手中，对方或许能举一反三，用于升级伊朗、叙利亚手中的武器，让以军面临更严酷的挑战。因此，一些以色列军方人士主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应该有限度的进行，例如敏感核心技术，特别是涉及以色列独有优势的，应保持门槛，不宜全部交底。经济界人士也担忧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认为应避免刺激北京做出极端反应。这些不同意见反映出以色列对华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如何拿捏仍在辩论中。所幸的是，目前以色列和台湾的双边热络还处于一个渐进试探阶段，双方都留有回旋空间。如果中国方面的反制有限，那么以色列国内鸽派的担忧或许就不会成真。相反，如果北京真的痛下杀手，以色列内部也可能出现政策拉锯，甚至放慢与台湾亲近的步伐。总而言之，以台之间这段新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场冒险，需要小心权衡。尽管存在种种顾虑，多数迹象表明，以色列眼下更倾向于义无反顾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经历了加沙战争的孤立无援和国际指责之后，许多以色列决策者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未来的国际格局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分裂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长期享受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但也因此受制于西方民意的掣肘，如最近欧美国家因人道问题对以色列施压停火等。与其试图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骑墙，不如干脆拥抱民主同盟，寻求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台湾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通过与台湾交好，以色列向世界表明了自身在价值观上的站位，我们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不会向威权主义低头。这对提振以色列在西方舆论中的形象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巩固美以同盟的亲密度。华盛顿方面其实乐见其成，美国近年来积极拉拢盟友围堵中国，如果连以色列都加入这个行列，无疑增强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据悉，美国国会内部对以色列近期的对台举措颇为赞赏，有重量级参议员表示，
以色列作为我们在中东的伙伴，愿意挺身支持另一个民主伙伴，这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国家的团结。甚至有人推测，美国可能在背后促成了一些以台之间的协议，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毕竟，美国同时保护着以色列和台湾的安全利益，若两者之间能合作，对美国而言是双赢。总而言之，在西方大环境支持以及自身安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既是情势所趋，也是双方主观意愿使然。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以色列和台湾的这场战线摊牌会走向正式结盟，还是遭到现实掣肘，止步于此？目前看来有几种可能的路线。其一，水到渠成式的逐步深化，在保持一中政策表面不变的前提下，以台继续拓展实质合作，在各领域悄然形成默契联盟。譬如军事上不会出现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不排除开展某种准同盟合作，例如情报交流、军官互训、战术经验分享等幕后进行。以色列或许会默许部分退役将领或军事顾问赴台提供指导，就像当年以色列也曾暗中协助过台湾改良战机和导弹一样。这些都属民间或商业行为，可回避政治敏感。经济上，双方可能签署更多协议，加强科技研发协同，甚至讨论自由贸易安排，让双边经贸关系远超一般无邦交国家的水平。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台湾生产的武器装备上有以色列技术身影，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链中也有台湾企业的加盟。其二，激流勇进式的突破。如果未来台海局势或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不排除以色列做出更大胆的举措。比如，假设中共对台动武的危机迫在眉睫，而美国需要盟友表态，以色列有可能公开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甚至不惜冒险承认台湾主权，以极端方式抗衡中国。这将是外交核弹级别的变化，等同于以色列放弃与中国维持邦交。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真的对台湾开战，否则以色列暂无必要走到这一步，毕竟那将立即引来北京的猛烈反击。反过来，倘若未来伊朗或其他中东威胁更加严峻，而中国又在背后扮演推手角色，也不排除以色列把台湾牌打得更响，用以报复北京。例如，万一伊朗冲突升级到需要联合国决议或全球动员的程度，以色列可能就不顾及中国脸色，公开拉台湾加入反伊朗联盟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极端的前景，但国际政治有时瞬息万变，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三，骑墙收敛式的反复。如果北京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以色列在实际操作中又遇到障碍，那么不排除双方关系放缓甚至退步的可能。毕竟以色列不想同时树敌过多，一旦感觉玩火过度，可能会主动降温。比如，以色列可能对议员访台进行更低调处理，或暂停某些军事科技合作，以换取北京不在敏感时刻搅局以色列的中东问题。在外交上，以色列也可能在一些场合对中国给出安抚性的声明，比如再次重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以降低紧张度。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或许也会理解，以免把友邦逼得太紧，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种若即若离、动静结合的态势也许会长期存在。需要的时候，双方走近一步，风头紧时又稍微退半步，在缝隙中维持合作。无论未来哪种走向，一个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台湾和以色列这两条原本毫不相干的战线正在产生交集，这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开始跨越传统地缘疆界抱团取暖，东亚的台湾与中东的以色列在各自对抗威权势力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无疑给北京和德黑兰等带来了压力和警示。对北京而言，台以走近意味着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统战和外交压力都会倍增，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等传统对手，现在连中东的重要国家都可能插手台湾议题。虽然以色列军事力量无法直接介入亚太，但他的态度改变本身就具备象征意义，可能带动更多国家效仿。试想，如果以色列都不怕触怒中国公开挺台，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曾被中国施压的国家，比如在非洲、拉美，重新考虑与台湾发展关系呢？
毕竟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敏感度都很高，它的一举一动都在全球产生示范效应。可以说，台以关系升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显示出中共声称的一中原则国际共识正在被侵蚀、被挑战。当然，对以色列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冒险旅程。一方面，他可能因此获得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强化自身抵御威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与一个世界级强权交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场豪赌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领导层的智慧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以色列外交的一次大转型，从务实主义转向价值主义，从孤军奋战转向联盟对抗。台湾则可能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助力，从而在对抗中共的漫长斗争中略占上风。结语：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风云诡谲，而以色列与台湾携手对抗中共的剧情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在台海问题上，他突然发现对手阵营里多了一面以色列的旗帜，难怪会气得跳脚。战线摊牌的序幕已然拉开，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或许北京会设法安抚以色列，务求将这条歧路盟友拉回自己一边；或许以色列会在现实压力下稍作收敛，与台湾保持若即若离的默契；也或许世界将见证一段民主小国联手抗击强权的传奇续篇。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价值。此刻，以色列和台湾的利益与价值观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生存之道，却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光亮。面对共同的威胁，他们选择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并肩而立。这一步充满勇气，也充满风险。但正如以色列和台湾各自的历史经验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所示，他们从不缺少在逆境中求生的智慧与胆识。未来几年，国际舞台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战线摊牌，民主阵营趋于抱团，威权阵营亦然。而以色列与台湾的联手，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这场跨越万里的合作能走多远，又会给亚太和中东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可以确信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小国的抉择有时能激起大浪，而此刻，以色列和台湾已经激起了浪花，未来的篇章正徐徐展开。无论北京如何暴跳如雷，他们都将坚定地走他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国际故事之一。战线既已摊牌，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们将见证这段历史，见证大卫们如何再次对决歌利亚。